2021年11月10日，在西双版纳景纳乡湾角山村附近的一条山路上，发现了一头亚洲野牛与当地一群家养黄牛共舞，场面十分温馨。这头野牛在发现有人跟踪拍摄后，与几头家畜快速逃走，消失在了森林中。印度野牛凭借巨大的体型和健壮的肌肉，在瞬间圈粉无数，甚至因为其高大英俊的形象，还被冠以牛魔王的名号。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会在我国云南地区出现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印度野牛学名 Boscarus 的外形特征非常明显，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它们身上的皮毛乌黑发亮，整个身体看上去滑溜溜的，但是它们的四肢从膝盖往下的部分都长出了白色的毛，所以它们又被叫做白袜子。在我国国内，只有云南部分地区有印度野牛的存在，而且数量也是极其稀少，只有200头左右，比大熊猫还要宝贵。所以说，每次拍摄到印度野牛的画面都是非常难得的。看到这里，肯定就有观众要问了，为什么出现在我国的野牛却被叫做印度野牛呢？其实，印度野牛并不是我国独有的，它们多栖息于海拔2000米以下的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里，主要分布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因为这一种群最早被印度发现，所以被命名为印度野牛，也可以叫亚洲野牛或白枝野牛。亚洲野牛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型非常庞大，一头成年雄性野牛体长在2.5米到3.3米之间，正常体重为800公斤左右。有记录的成年公牛体重最高可达1吨半，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而且亚洲野牛无论公母都长有牛角，母牛的角比较小，但公牛的双角很粗壮，弯曲弧度也非常大，成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强大武器。在发情期，公牛之间难免会通过决斗争夺交配权，在争斗中，双方就会以坚硬的牛角作为武器，互相剧烈撞击，并发出吼叫，吼声甚至可以传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拥有绝对力量的亚洲野牛面前，很少有动物会打它们的主意，因为它们不仅长得彪悍，而且脾气还非常暴躁。这只孟加拉虎无意间闯入了一头公牛的领地，来到当地的水源附近喝水。但是这时候，公牛也来到水塘边准备喝水，发现老虎后，居然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老虎也是连想都没想，就夹着尾巴逃跑了。不得不说，这牛脾气真是太暴躁了。既然亚洲野牛这么凶猛，为什么它们还是变成了濒危动物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它们的生活习性了。亚洲野牛虽然每年都要发情交配，但是母牛的怀孕期长达9个多月，每胎只能产下1只幼崽，所以它们的种群数量一直非常少。另外，虽然母牛非常喜欢结群生活，每群5-6只到20-30只不等，还有一只强壮的母牛担任领袖。但是成年公牛在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独自活动，或者与2-3只同性在一起，只有到了发情期才返回到牛群中去。交配完成后，公牛就会立刻离开牛群，独自生活，所以母牛与小牛的安全毫无保障，落单的公牛也随时会遇到危机。在牛群中的母牛和小牛随时有脱离队伍的风险，一旦落单，它们很可能就会成为孟加拉虎的晚餐。这是普洱诺扎杜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安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时发现的。画面中，一头强壮的成年亚洲野牛正在穿越树林，后面跟着一头毛发为黄色的幼崽，而这头母牛的臀部还有血迹，且警觉性较高，说明这头小牛刚刚出生不久。或许正是因为生产的原因，它和大部队走散了，也没有公牛在一旁保护。而在另一边，强壮的公牛也不是每次都能够吓退孟加拉虎的。这只孟加拉虎似乎听到了树丛后面的动静，缓缓停下了脚步，然后突然冲进去，居然将一头比它体型大1倍的公牛拽了出来，按住了公牛长着尖角的头，扑到它的身上，狠狠地咬在了脖子上。只见公牛嘴边还有没咽下的野草，但是老虎的血盆大口却没有松开过。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公牛的舌头吐了出来，出现口吐白沫和翻白眼的症状，显然已经窒息而死。老虎也就可以开始享用一顿牛肉大餐了。看到这身腱子肉，似乎不止老虎想要拼命加餐，就连人类也流下了口水。人类的偷猎行为是亚洲野牛濒危的主要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很多人连吃饱饭都很困难。
加上野牛身上那一块块结实的肌肉，看上去就比家养的牛肉质鲜美，亚洲野牛也就因此成为了人类餐桌上的食物。直到80年代以后，偷猎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根据数据显示，在1979年的时候，我国在西双版纳曾发现偷猎33头野牛的情况，在1980到1983年也有39头被偷猎。在2014年对亚洲野牛分布范围及种群数量的调查中，发现它们的数量由1988年的605到712头减少到了152到167头。可以想象，如果对亚洲野牛的濒危现状置之不理，那么它们很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彻底从我国消失。好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我国一方面通过打击非法盗猎改善亚洲野牛的生存环境，一方面建立自然保护区，观察和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进而找到人工驯化和养殖的办法。比如之前提到的云南诺扎度省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我国境内亚洲野牛的主要栖息地之一。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区域约有27头印度野牛活动。云南诺扎度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局局长卢文介绍道，目前保护区已经为亚洲野牛建设了1000余亩食物园基地，主要种植棕叶芦、玉米等作物，并在保护区内修建人工焦塘，满足其对栖息地的要求。这样的做法也是成效显著。就2021年来看，工作人员在野外安装的红外相机已经多次拍摄到亚洲野牛出没的场景。不过，经过几年的保护，其种群数量已经来到了200头左右。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在改善生态环境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如今，不仅是野牛的数量在增长，很多珍稀动物都在野外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就以云南省为例，2021年的云南可谓是野生动物开大会，五爪金龙、封猴、斑鱼狗等等珍稀动物扎堆在野外现身。在一些珍稀植物中，也有伯乐树和大理凯兰这些珍稀植物冒头。这些物种的出现，最直接的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地区适合它们的生存，也说明我国整体生态系统确实得到了提升。从2021年我国发布的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来看，我国野外生物种群不断扩大，其中包括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等稀有物种恢复。以往由于生物保护的资金有限，所以只好优先将大部分的资金用于保护这些关注度高、对生态系统极为重要的物种。而在我国数量不足200头的亚洲野牛，却反而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一些重要物种的数量增加，我国对于亚洲野牛的保护也一定会更上一层楼。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